2021年马来西亚全年汽车总销量有504,536辆，其中第二国产车 Perodua 就占了190,241辆，而在我身旁的这个 Myvi 呢，就占了47,525辆，是最好卖的 Perodua Myvi， 同时也是全马来西亚在2021年销售量最高的车子。而事实上，从2006年 Myvi 推出以来，在过去的15年里面，Myvi 就有12年是马来西亚最畅销的车款，所以毫无疑问呢，当我们在介绍一辆 Myvi 的时候，它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代步工具、一辆车子、一个 B segment、一个掀背车，它是马来西亚的霸主，就是它一辆车子的销量就能够打包其他 brand 几年的销售量总和。所以，透过今天这一集，我的频道在上传了220多支影片之后，终于第一次迎来了 Perodua Myvi， 就是马来西亚的 King。没有什么 segment， 它就是 King。还没有订阅，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记得订阅 subscribe 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et's move on。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第一代 Myvi 和第二代 Myvi 是 Toyota Passo 和 Daihatsu Bond 的换标车款，好听叫兄弟车款啦，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源自 Toyota 跟 Daihatsu 下来的。可是从第三代开始啊 ，Perodua Myvi 就是一个 in-house design 就是由 Perodua 的设计师 Mohammad Zamuran Musa， 就是 Perodua Beta 的设计师一手设计的，无论是外观到内饰。而这个马来西亚高度自主化的 Perodua Myvi 也到印尼市场换标为 Daihatsu Sirion。坦白讲，我一直都觉得第三代 Myvi 没有之前两代来的可爱，没有之前两代来的顺眼，来的好看。不过凭良心讲，这个改款之后的第三代 Myvi 真的就比较啱我的眼光了。我觉得它整个看起来很 smart 啊，因为你改款之前这边有那个 fog light 很复杂这样子，然后又很多很大片的 chrome 不是不好，只是你小车有太多的 chrome 就会显得很 leggy 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它的设计语言对我来讲，它就是 smart， 更加聪明的意思。而且这个聪明也不只是表现在它的外观，从挡风玻璃上面看了那两粒镜头，就可以知道这个 Myvi 跟前两代或者跟改款之前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是一个能够 detect 你跟前方车子有多远的距离，你的车子有没有动到线等等。关于设备方面啊 ，New Myvi 全车系都标配了 LED 大灯，只是最 low spec 的那个就没有 Auto On Off 啊 ，Follow Me Home、Living Home 的功能。高配版呢，它就用了 Glossy Black。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front view 这边有这种高光泽黑这个 skirt 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看，因为你从这个角度看，它非常的 sharp， 非常的立体，它看起来更加的 solid。在这个第三代改款版 Myvi 推出之前，第三代 Myvi 已经卖出了277,329辆，所以我相信它也是马来西亚人最熟悉的一个背影，因为不管你在大路、小路，你跑慢慢、跑快快，你都离不开这个背影。所以，如果你不是把改款前跟改款后side by side拿来比的话，我估计你也分辨不出这个到底是改款了没有。本来这边是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饰板，一个假的饰板这样子，那现在这个东西就没有掉了，就变成一条这样子的，就比较好看，就去除掉一些不必要的复杂元素，就好像你穿。怎么讲？你如果胖的人，你穿横线条的衣服会看到你更胖，所以胖的人要穿直线条的就看到更加的瘦。车尾灯就这样子咯，我对它没有什么 comment 啦，我觉得还是看起来很小。之前两代的 Myvi 可能看起来就比较大一点点，纯粹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啦。没有 power tailgate， 这样子削上来，OK。所以当然这个 Myvi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它是看不到排气管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排气管躲在下面，是一个没有一个 chrome 的东西去点缀它这样子吧。我觉得还好啦，对于一个小车来讲，它不是钢炮嘛，这样讲得罪人哦。它真的不是钢炮嘛，所以钢炮就会有两个 exhaust pipe shining chrome 这样子。yeah。如果你是一个厨师，你要让一道菜更加咸，你就加盐。你要让它更加甜，你就加糖，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厨师都懂最基本的 recipe， 所以每一个汽车设计师都有自己的 recipe， 如何让一辆车子看起来更加 sporty， 更加 high spec， 就是加入 chrome 跟 high gloss spec 的材质，有多少加多少 ，my cake。所以它的 side mirror 整个是喷上了黑色高光泽黑，而且下面这个 skirt 这边从这里一直到这边都是用了 high gloss spec 材质，而且门把整片是 chrome 的，所以 high gloss spec 加 chrome 要点嘛，眼咯，看起来 atas 咯，看起来 premium 咯。
然后因为这个已经是 1.5 Advanced 版本嘛，所以它用的是15寸的轮圈，18555R15用的是 Goodyear 的 Assurance 轮胎，所以它是一个相当经济的轮胎，而且噪音方面真的是很吵一下啦。Right， 所以因为 Myvi 呢，它是一个2500mm 轴距的 B segment hatchback， 所以它一年可以卖47525辆。它的同价位国产对手 Proton Iris 在去年只卖了6708辆，所以47525跟6708，你就知道 Myvi 到底是多么的远的抛离了它的竞争对手，因为就45000块到5万多千块。B segment 的这个 size， 你基本上，我相信在未来的很多年，它都会逃离竞争啊。就是它已经赢过人家了，它又一直在加 spec， 一直在加 spec， 一直在加 spec， 加到对手不要的。动力来源方面 ，New Myvi 最大的重点并不是在于引擎的 CC， 还是 horsepower 或者 Newton meter， 而是在于 Perodua 淘汰掉了那个 4AT 自动变速箱。同时淘汰掉了 manual gearbox 手排，所以现在 Myvi 无论是 1.3G low spec 再到 1.5 advanced， 全部都是用 DCVT 无段式变速箱。而这个 DCVT 跟一般的 CVT 构造有一点不同，就是在 CVT 的基础上加入一个 gear， 让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RPM 更加的低，更加的省油。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 Myvi 的动力数据 1.3、1.5 其实就中规中矩啦，不能讲是很有力还是怎样。我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看到 Myvi 采用那个 Ativa 的 1.0 3气缸 Turbo 引擎。在我开始讲这个 New Myvi 有什么设备之前，我先来讲一个我觉得它最应该改善、最有待进步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 sitting position 了。因为它的方向盘呢，你是可以调整上下的，可是它是没有 telescopic， 就是说它是不能够拉出来推进去的。那 to be fair， 早期很多包括是日本车都没有这个 telescopic。但问题就在于这个 Myvi 啊，它的方向盘离它的这个 instrument panel 太靠近了，就变成我这个尺寸，我用尺寸啊，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讲我也是178cm啊，为什么我没有这个问题，你有这个问题？因为每个人的长短处不同啊，有些人有些地方长，有些地方短，有的人有的地方短，有的地方长。说法就我这个尺寸，我会面对到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上我们驾驶啊，我们的手肘一定要到，我们的手腕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嘛。对不对？那如果我真的到这个地方的话，我的膝盖就护到 steering 的下面了。不管我的椅子调高、调多高、调多低，我都是会撞到的。那如果我在前面一点，就更惨。真的是就是双腿之间就是给 steering gap， 这就是不符合我的人体工学啦。OK， 我表示我是就事论事吧，我没有对 Myvi 有什么偏见，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可以改善，就这个价位来讲，它的整个东西几乎是。可以拿蛮高分的啦，我不可以讲完美啦，因为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有什么设备。首先，这个2021年11月推出的改款版第3代 Myvi，它对我来讲只有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它换了一个全新的 steering， 也就是跟我之前介绍的 Perodua Ativa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steering。再来第二个就是。Perodua 投资了5000万来研发这个 ADAS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你可以在仪表板这边去调整一些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像 Vehicle Setting 里面有 Front Camera， 你按进去的话就有很多什么 Vehicle Departure Alert 啊、Lane Departure Alert Timing 啊，还有 Steering Assist 再来就是 Blind Spot Monitoring， 还有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等等，但是你车子必须要停下来才能够调整。就如果你觉得很烦，你不要它一直滴滴嘟嘟的话，你按这些button它就可以自动关掉。这个 Myvi 全车系都标配 Auto High Beam 自动调节远光灯，不过就没有 Auto Leveling 啊。美中不足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这个中控台荧幕啊，它 Touch Screen， 然后我这样滑啦，我没有看到 Navigation 啦。不过其实车子内建的 Navigation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啦。然后它也没有这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I know， 我知道它有 Smart Link， 不过 Smart Link 是完全没有办法来跟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比的。如果你知道什么是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的话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但是考虑到它是一个独立的唱机啊，所以我觉得你要自己去
upgrade 升级，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因为它不是那种悬浮式萤幕，一片 tab 这样子的嘛。这个是最顶配，卖58,800块的 myV Advance， 所以它就比低配的多了很多东西。像最明显的是我身后的这一张椅子，它是一个复合式皮革座椅，它有红色的边、红色的底，还有缝线和打孔的复合式皮革。不过我个人就觉得这个红色有一点太过红了啦。那再来我们说中控台的话，这边就用了红色的边，冷气出风口也用红色来包围。那它的同级竞争对手这个 Airy 也是有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它的 material wise， 基本上从中控台到 door panel 只有一种声音。You know， 就是4-5万块，差不多到6万块的这个价格就是这样子的东西。那我没有觉得它很怎样，就是很廉价还是怎样，因为其实它的这个 plastic 的纹路都是已经很密了的，所以如果你不去像我这样，你吃饱的空气这样敲咩 ，hello， 对不对？就是因为我纯粹是要给大家有一个透过声音跟画面有个概念罢了。Just leave it there， 它不会嘎叫到你的啦。OK，everything is just fine。It looks nice， 然后门边这边有这种布料的东西，因为你用一点点 fabric 啊，就会让车子比较 mixture， 它有一点点不同的 material 这样子。那因为它是一个 myV 嘛，所以 handbrake 手刹车，然后椅子是完全是美诺的啦，这个美诺那个就美诺了，对不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奇怪，是它没有这个 armrest 啊，就是你手镯没有地方放东西是蛮低的，所以我一上车的时候，我他选过要塞哪里？不过不用担心，因为这辆车子下面是有内建这个 Smart Tag 了的啦。我们讲内饰来讲啦，因为它没有 Android Auto，Iris 也没有啊 ，so 不知道讲讲呢，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会问我要讲，可是我觉得就这个价钱 ，you know 4-5万、5-6万块，你仲有得揀呢？係咪？軸距 wheelbase， 我經常都會跟觀眾提到 wheelbase 軸距這個東西，因為用來定義一輛車子屬於什麼級距、什麼級別的，並不只是它的車長，而更重要的就是它的 wheelbase。所以這個第三代的 Perodua myV 軸距為2500mm， Toyota Yaris 是2550mm，Honda City Hatchback 是2600mm， 所以2500到2600就是 B segment 的一个标准，后排就延续了2006年以来 myV 的那种宽敞度，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车底非常的低啊，所以我觉得后面坐3个人绝对是 OK 的啦。如果短途行驶，这个 New myV 呢，它的椅背是能够调整倾斜程度的。OK， 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的行李箱空间就有比较多的位，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有这个60/40分离倾倒功能，你的手轻轻拉一下，它就可以下来。可以说这边也是一样的，你的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几乎是 full flat 了的啦。然后这个椅子也可以完全的往后倒，除了强调空间之外，它也强调它的灵活性。那你真的要硬调的话，后面没有冷气出风口咯，然后没有这个 armrest 扶手，没有什么杯架在这边，但是还有硬塞了一个 USB port 给你啦。然后这边有一个这边嘛，带打雷 hook、Malaysian hook，OK， 你可以吊带打雷，可以吊买到冰，吊什么都有。所以这个只有在马来西亚自主研发的车子才会提供这个东西给你，因为它完全就符合了马来西亚人的文化精髓，就是这个 Max 3 kg Malaysian hook。行李箱空间的话，这个 New myV 有277公升，然后同样是 B segment 的 Toyota Yaris 有286公升，那刚刚推出的 City Hatchback 有289公升，所以基本上只要你是 B segment 的 Hatchback， 还咁上下啦，就是lebih kurang就是这样子的。下面它是有一个备胎，而且是一个 full size 全尺寸的备胎。这个 New myV 呢，它的椅背是有60/40的，所以你这边是可以把它弄倒，可以，然后这边再把它弄倒，可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它是非常的实用。这个改款版的第3代 myV 呢，它最大的改变就是它从原本的 4AT 换成了这个 DCVT 的变速箱。那我知道
很多观众会混淆啊，他们好像搞不清楚之前我介绍的那个Lexus UX 和 Toyota Harrier 的那个 Direct Shift CVT 跟这个 DCVT， 因为 Direct Shift CVT 的缩写也可以叫 DCVT 嘛，可是这个 DCVT 呢是 Dual Mode CVT， 因为 Direct Shift CVT 啊是在这个CVT 构造的那边加入一个 Launch Gear， 就是在你起步的时候它会更加的有力，但是这个 Dual Mode CVT 呢，它的差别就是在于高速的时候了，因为它在高速的时候会切换去用一个小齿轮去从而降低引擎的转速。像我昨天试驾一轮过后，我走到110的时候 RPM 才2000转，所以2000多转其实已经可以去到很快了吧，对于这辆车子。所以这个 DCVT 当然 being a CVT 它还是一个 CVT 嘛，所以免不了的 CVT 在这个起步加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声音是是基因大声，基因架大声，真的是很大声，而且我还没有去到什么 Sport Mode， 什么 Power Mode 你看我去 Power Mode 的话，哇，那个声音真的是不敢恭维啊。因为 CVT 就是东西是这样的嘛，有一好没有两好，你要 give and take 啦。所以你看它的油耗我昨天是相当激烈的，加1个 liter 都是12.4 km， 是相当激烈所以它的官方油耗是1个 liter 可以走21.1公里。所以马力扭力的话，它就102 horsepower， 137 Nm。因为这个 DCVT它有一个限制，就是它的 limitation， 就是它只能够承受150 Nm， 就超过150 Nm 之后，这个 CVT 就打不来打鼾了啦。所以如果你是买 Myvi 的人，你想要改车加大马力加大扭力的话，你要非常小心。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雷声大雨点小，这个 Myvi 就是给你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当然它还是一辆 Myvi， 从来Myvi 都是车主快过车的人快过车，所以不管它的马力多少扭力多少，它什么设备什么 display 不 display 轮胎多少寸都好，它都会比路面上的所有的车都还要来得快。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当你没有打行人动道线的时候，它是有 Steering Assist 的所以它的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是Pro Duo 说它是6万块以下没有一辆车可以给到你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有自动跟车的自动巡航系统，一波恰多跑一斤驾驶只有它罢了。所以当你启动这个Adaptive Cruise Control 的时候它不是全速域的嘛，所以当时速低过35 km/h 的时候，你是不能够启动它的。所以我可以主动的控制我跟前方的车子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如果讲它是 SAE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模式首先它会透过 Blind Spot 跟你讲旁边有车，再来它会透过这个 Steering Assist 帮你把 Steering 熬回来，救你一命，然后再持续的走。然后当前方车子 brake， 它会跟着 brake， 当前方车子走的时候，它会回到指定的速度。它差就是差在它不能够应付塞车罢了。因为6万块以下你买不到这样的 spec 所以我根本也找不到对手来跟它 compare， 它基本上就是赢了的啦，win 了咯。一般上我做 Myvi 的 conclusion， 一般上我讲车子的 conclusion， 我都会讲值得购买它，不值得购买它的原因。那我相信 Myvi 在未来的5年里面，它可能都还会是马来西亚的 King， 就是销量最高的车子。目前我找不到一个对手是可以干掉它的啦。我觉得这个 Myvi 应该要加强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它的 driving position 弄好它，第二个就是没有 Android 或 Apple CarPlay， 再来我觉得它的 suspension 隔音系统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它不差，不过它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compared to我们说以一个 B segment 来讲啦，你不要跟我国产不国产了 OK， 你在市场上卖，你已经越卖越到6万多块，你就不能够再讲自己是3、4万块的国产车了，明白意思吗？所以当然我一定会用 Vios， 我一定会用 Yaris 跟 City Hatchback 或者是国外的 Honda Fit 来做一个 benchmark，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要去补足它。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暂时到这边，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就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刚刚本来想到国栋家呀，我就回家了的 ，OK。可是我想一下，诶，都来了吗？买 V 就是买 V， 不要看他这样啊，他可以干很多大事情的。不累，东西在后面，可以哦，很可以啊，班呀不累，break。